嗨，我们今天来聊如何在韩国找到适合自己的滑雪教练。最近2季，我和我的同行朋友在日韩上过好几位滑雪教练的课程。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经验？当你想好好跟着教练上课，日本热门雪场的绿线上总是人满为患，让你无法好好放松练习。如果你也想避开这种情况，选择一个相对人少、整体滑雪相关费用 CP 值相对高的方案，那你一定要看这部影片。首先会介绍韩国滑雪教练的4种类型，各自的优缺点和合适的客群，也会教你如何找到他们，并公开本季实际咨询到的价格。然后我会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浓缩4个步骤，判断教练的资格，并找到最合适自己的教练，让你也能尽量避免走弯路。接着会分享我们本季实际配合过的3位教练，他们分别的滑雪和教学背景、资历、风格等等，以及参与学员他们的改变，还有简单的课后心得分享。让我们看下去吧。嗨，大家好，我是 Leo。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可以看到，近几年日本游客真的多到非常夸张。冬季滑雪有些地方直飞的价格更是让人不敢恭维，比如说北海道热门雪场旁边的 Ski In、Ski Out 饭店，价格更是高到惊人，太晚订甚至订不到。那东北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好选择，就是韩国。韩国的雪场大多数都集中在京畿道或是江原道，离首尔都不是非常的远，而且直飞首尔的航班让你有更多机会能买到便宜的机票，你也有非常大的机会能用相同或是更低的价格住到更方便、更舒适、空间更大的 Ski In、Ski Out 雪场旁边的饭店。但是跟日本比较，当你决定要去韩国滑雪后，事先做功课时，你一定会遇到2大问题。第一就是雪况。先简单说说我自己实际去过韩国4个雪场的结论，我并不会觉得韩国的人造雪加真雪雪况就一定比日本所有的雪场来得差。客观去看待，它还是有它合适的客群。而且就结论来说，我们这趟同行的朋友并没有因为雪况就玩得不开心。未来有机会，我会再另外拍一部影片跟大家详细讨论。第二就是找教练，这部影片要谈的重点。不管你是新手，希望有一个教练能带你入门，安全快乐的好好体验滑雪，还是进阶一点的爱好者，你想要找教练精进自己的滑雪技术，你会发现在韩国会讲中英文的滑雪教练资讯并不是这么好找哦，尤其是台湾教练真的很少，不像日本，在网络上你就可以很轻易的随便找到很多面对外国人的滑雪学校。来，那我教你怎么找。如果你跟我一样，大多都是用中文为主、英文为辅去搜寻资讯的，那韩国滑雪教练的类型，我会把它分为滑雪团、私人教练、雪场教练、当地雪具店或是滑雪学校的教练这4种类型，并分享你要去怎么找到他们，优缺点是什么，合适的客群，还有当季实际咨询到的价格。先附上比较表，有需要的自己暂停截图，后面会再来细谈。第一种，滑雪旅行团的教练，怎么找到他们呢？这部分是你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大多数 YouTuber 介绍过的，甚至你直接在 Google 上去找，比如说 KKday 啊、Klook 啊，都是非常容易找到这部分的资讯。我就不带大家去找了，因为很简单。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人多，性价比高。这类型的公司啊，它可以利用团体的优势去谈价格，对消费者来说啊，也是很省心去全包所有东西，比如当天来回的巴士、装备租借、雪服租借、缆车票，还有1到2个小时左右的团体课程。平均来讲，我印象中都是10到15人为一团啊，但这个要实际大家再自己查查看。这部分也是你在网络上最容易找到的资讯，最省心的部分。看很多影片介绍，这部分的教练大部分都是他们公司当地配合的韩国人，但是会讲中文。但缺点的部分呢，就是教练对很多个学生，无法随时顾到每一个人，你也只能学到很基础、很皮毛的东西就结束了。课后放你自己去玩，你也没办法去到大多数的学道。就算你硬要去啊，也只是增加自己跟别人的危险性。基本上啊，你是无法挑教练跟教练直接沟通的，都是由公司直接安排。那适合的客群呢，我觉得就是你主要是去旅游的，单纯花个1天往返雪场去体验滑雪，这类型的人很适合你。我自己询问到查到的价格，我会列在画面上给大家做参考。
第二种，私人教练，这部分大多数都是透过社群软体去找，比如说 IG、脸书、抖音等等。最简单的，其实你就是去社群软体用关键字找，比如说韩国滑雪，或是你要去的那一个雪场名字加上教练，这样子去搜寻。你也可以到你想去的雪场地标，或是他的官方社群账号，找他的打卡贴文啊、影片，或是粉丝相关资讯，都点点看，看有没有人发教学宣传的资讯，直接点到个人页面去看看他的简介有没有写教学证照的资讯等等，你就可以直接私讯他们做询问哦。这部分你能找到愿意面对外国人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只有非常极少数的韩国籍私人教练会愿意接外国人。我咨询到的大部分最后都是不接的哦。优点是这部分的教练大多数都是1对1到4个学生，人的数量可以由你自己控制，效率更好，上课的时间你也可以更弹性的安排跟选择，通常也能够直接与教练本人沟通。其实这个方式你要找到中文教练是非常容易的哦，只是大部分你都要透过录版的抖音去做搜寻。缺点呢，这类型的教练有一大部分的都类似我们台湾健身房说的黑私教一样，我们不能说他一定就是不好的，一定也有技术跟服务跟教学都很好的教练，但很大一部分在安全保障上，比如说保险、正式的营业登记或是跟雪场的配合上会有疑虑。当然不排除有些的私人教练他还是会符合规则，这部分还是要交由大家自己去判断能不能接受。价格上啊也非常的不一定，没有一个公定价。这部分主要适合的客群就是你主要是去滑雪的人，想要好好的提升自己的技术，让自己可以好好的更快去玩遍全山的雪道，不是花一样的钱只是走马看花，一直在绿线练习。而且你的行程如果想要自己挑雪场、挑住宿、挑雪具店，教练去分开找，那这部分是更适合你的。询问到的价格随教练开，通常越优质的教练他的费用也会越高哦，但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各取所需，我一样会把自己咨询到的价格列在画面上给大家参考。第三种，雪场的教练怎么找？直接到雪场的官方网站去跟雪场做联络，或是直接到雪场走到柜台去做询问哦。或是像我运气很好，刚好透过刚刚找私人教练的第二种方式，也找到雪场的教练，其实就是一个转介一个，最后推荐给我雪场的教练。优点的部分，大多数的雪场教练也是走1对1到4个学生的这个模式，所以私人教练有的优点雪场教练也都有。额外的优点，雪场找的教练保障就会相对多很多，不管你是付钱、签文件还是保险等等，其实都是透过雪场教学、安全、服务等等，也通常会比较有制度，价钱也相对会有一个公定价。缺点就是非常难找到中文的教练，基本上能面对外国人的都是用英文去做教学。再来，跟滑雪团的教练有一样的缺点，就是你无法直接面对教练做沟通。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能跟教练做直接联系沟通是很重要的？这点我后面会再细说。这部分适合的客群，我认为是英文还不错，而且你也懒得在出发前花一堆时间找教练的人，那很适合你。询问到的价格有一定的公定价，而且我这样统计下来，通常也比私人教练相对便宜。一样我会把本季咨询到的价格列在画面上给大家做参考。第四种，当地雪场周围的雪具店还有滑雪学校的教练怎么找呢？其实跟刚刚雪场很像，你上这些雪具店跟滑雪学校的网站直接跟他们做联系，或是直接到当地他们的店面去跟他们做询问。优点的部分基本上都跟雪场教练一样，缺点是这方式真的很难找到愿意面对外国人的教练，甚至连英文的都很少。所以我觉得最适合的客群就是你会讲韩文的人。询问到的价格，我自己这样查跟咨询下来，我发现价格有比雪场便宜一些，那一样我会列在画面上给大家做参考。说了这么多类型，那我通常都是如何去判断这个教练是不是合格，是不是合适自己的呢？近几年滑雪这项运动在华人中文圈渐渐变得热门，所以有很多喜欢上滑雪只会皮毛的人也开始陆陆续续出来当教练。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如何选择合适的教练变成大海捞针。其实不管什么类型找来的教练，一定都有好教练跟不合适自己的教练，没有哪边一定好一定差。我自己会偏好用能跟教练本人直接沟通联络的方式，如果不行也尽量透过滑雪团的公司、雪场、滑雪学校去做间接的询问。以下总结的4点是我自己目前的评断依据，包括证书、教学经历与年资、
教练他本人滑得怎么样，教学风格与学生滑行成果。如果你是零经验的新手或是很初阶的人，其实第一点、第二点就很够用了。如果你想认真学更多更深，那我建议你加入第3跟第4点。先说免责声明，这些不是一个标准，只是我目前找教练下来的经验总结分享，大家可以自己斟酌调整去使用哦。第一点，看证书，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当地或是国际几个知名的滑雪教练证书都可以参考，就如同你看医生或是找律师，当然是希望尽量找透过专业系统认证过的专业人员去做教学。第二，看教学经验和教学年龄，其实所有教学类型的工作都一样，想要把滑雪学好，你一定要找教学经验丰富的教练，才能把体系的基本动作去针对不同的人去做弹性的教学，为学员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服务，而且又善于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滑雪观念，并同时又强调安全性。第三，去看看教练本人滑得怎么样。虽然这部分比较难取得，但你尽量就是透过社群软体，或是你直接跟教练本人去要他的滑行影片，看你想找的教练他实际滑起来的样子，你觉得很流畅，技术 OK， 那就没问题。虽然滑得好不一定会教，但不会滑不好，你还指望他教你什么？你也可以判断一下他的滑行风格是不是你未来想学习的目标。第四，看看他的教学风格，还有学生滑行的成果，这一点也是比较难，一样是必须透过社群软体，或是直接跟教练本人索取相关影片。这点放在最后是要让你去判断他的教学风格跟人格魅力等等。其实在你跟他联络来回沟通时，你也可以一并先判断他的说话方式，才会知道你可不可以接受，适不适合你，你喜不喜欢，能不能吸收等等。还有他教出来学生实际上课前后的改变是怎么样。用上面的4个步骤，实际带大家看看3位我们今年年初找的教练，2位是中国人用中文教学，1位是韩国本地人用英文教学。如果看完刚好也符合你们的需求与喜好，大家可以考虑找他们学习。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属于私人教练，他叫做太极或是乐乐，当天负责教单板程度在刚学到 S10 但是不熟悉的朋友。我们先来听听他本人怎么介绍他自己，会用文字列点整理并补充没有聊到的部分给大家参考。教练，你滑几年雪了 ？ski 是几年？我 ski 很长时间了，从小就是 ski。单板是什么时候开始？单板的话，来韩国以后，11年，现在已经十几年了，12年了。我双板呢是原来哈尔滨省队的，单板的话就是自学平盘，然后后来是在韩国考的证。这个就是我的韩国的 PSA，这个证的。平常像这样带我们上课，还会带团的。对啊，那肯定的。包车啊，还有什么？什么都干，一站式服务。对，是包车的车子吗？就这台。那你怎么会韩文啊？因为我朝鲜族啊，从小就会了，就是母语。我们之前那个雪具的问题都是你帮我们处理了，对吧？那个英文都不通。在乐乐滑雪团，他就算是老板，也可以带私人包车行程等等。会说中文、韩文的优势就是能帮我们华语圈的人在韩国更好的处理大小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本人滑得怎么样。接下来是他的教学风格，这边就让大家自己看看咯。好，看上坡，压膝盖，好，腰挺直，很好，不错啊。好，下一位，好，加速，再加速，加速，加速，好，顶膝盖，顶膝盖，慢慢顶膝盖，好，看上坡，对，很好，下一位，好，加速啊，加点速度，加速，好，看上坡，慢慢压膝盖，顶膝盖，哎，不错啊。1、2、3，压过去，对了，很好，漂亮，来转身。好，漂亮，就这样来，现走，很好，顶住，来过来转身，很好，压住，漂亮，来再来，顶住，很好，对，滑行方向一直看着啊，对了，很好，再来起身，大膝盖，对，很好，起身，起身，转身，哎，对了，滑行方向一直看着，很好，漂亮，对了，就这样了，好，再来一下，顶膝盖，顶住膝盖，好，再起来，起来，起来，好，加速。好，后刃过来，好，直接起来，不要转，不要停啊，压住膝盖，压住膝盖，对，走，好，直线，好，压过来，好，再起来，起身，再起来，翻过来啊，翻过来，好，顶住膝盖，顶，对，很好啊，再来，1、2、3，压过去，好，身体再站起来，对了，好，好，看过来，哎，别放过来，可以放吗？好，慢慢来啊，走，再继续灌，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压住，好，准备来再过去，
好，再来一个，再走一个。好，行，可以了。接着是他当天上2个小时1对3，3位学生 before 跟 after 的比较。画面上白衣服的这位朋友，他一开始连 J turn 都做得不太稳，所以他上完课学到的程度大概就是可以把 S turn 做出来。那后面2位朋友的程度就是比较好，所以给这个教练上完之后，除了基本的 S turn 可以做出来，也可以把伸缩起伏应用到 S turn 之中。我觉得给乐乐上课还有一个好处哦，他会发给每一位学生对讲机。在这种1对多的情况下，我觉得有对讲机是非常大的优点。就算教练在跟别人讲解的时候，你也可以一起学习，不会不知所措。或是他示范完、教完其他学生离你很遥远的时候，不需要远远的再来靠近你跟你讲解，可以马上透过对讲机跟你讲解。1对多的情况下，比起没有提供对讲机的教练，我觉得这是相对非常有效率的上课方式哦。推荐大家可以把这一点列入找教练的考量。第2位也是属于私人教练，他叫做李强，当天负责单板程度在刚学会正面推波的单板朋友，他是乐乐滑雪团下的教练，所以我们先听听看乐乐怎么介绍他。一样，我会用文字列点整理，还有补充没有聊到的部分给大家看看。他们的教练是老乡吗？还是老乡？他是你学弟吗？还是后辈了？以前我们在一起一个学校，但也教很久了。也教很久。我们以前是双板，单板呢就是都是在这边学的。你们在学校是校队还是？就是校队，然后后来进省队。前面这2个教练当天是同时间上课，因为我一个人拍摄的关系，只能跟拍一组。教练的滑行风格、教学风格，还有学生的成果，就比较没有拍到这么详细。部分影片我是取自教练的抖音，如果需要看更多，可以去他的社群平台看看。当天这个教练一样是上2小时1对3的课程，但是我只拍到一个朋友的 before 跟 after。他其实一开始就只会正面推波，上了2个小时后，后面的程度大概就是可以左右落叶飘。其实1对3就是2个小时能上的东西真的不太多，建议大家预算许可还是可以上到全天的课程，比较能学到多一点东西。第3位是属于雪场的教练，他叫做 Jason， 是韩国当地人，全程用英文教学。当天负责教我一个人，我当时单板的程度在红线 S turn 可以顺滑，但是只要到黑线陡坡就没办法顺滑。先来听听我跟他聊背景的部分，一样会用文字列点整理，并补充没有聊到的部分给大家参考。Where are you from? In Korea. No, but I live in here. Incheon. Oh, Envy. Close to. Yeah, close to the ski. Yeah. Can also do ski. A little, only 8 position. How old are you? 24. Young is the weapon for sports. Oh yes. So just graduate. Not quite. Yeah. Because you have to go to so Yeah. 2 years, right? Yeah. That's why. So now just 3rd grade. Junior. Third, my major i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ame. Oka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ut my job is a little different. Semiconductor. Oh, I know. We have a famous company like Samsung. My company is memory company in USA. How did you get that job? My previous companies, they opened this kind of job for freshmen in that year. But I just graduated in that year. So you just get in? Yes. Oh, it's still rocking. No more time they don't hire freshmen, only senior. So I'm lucky. 再来，我们来看看教练他本人滑得怎么样。他是少数在韩国滑8字刻滑的人哦。我当初找了很久，其实韩国的大多数人都是滑1顺刻滑，因为我自己未来也是想要学8字刻滑这个路线哦，所以这也是我当初找他的原因之一。接着是他教学风格的部分，这里篇幅会比较长一些，因为我自己也想要尽量的完整留存当个记录。依照我刚刚前面提到我当时上课前的程度，所以他这边分了好几个阶段，教我一些新的技巧，让我在陡坡上能更稳定的滑行，并且去一一点出我之前急着学习造成的一些坏习惯，一个一个带我去改正。如果大家好奇我学了什么，也可以详细观看哦。There are 2 ways to ride snowboard. It's just my thinking, sliding, and carving. It is carving, it is sliding. Now we are learning sliding. Sliding step, beginner, novice, intermediate, advanced. In the beginner level, rotation. Novice level, rotation and up-down movement. And the intermediate level, rotation, up movement, and steering. Advanced level, rotation, up-down movement, steering, and motion. That's all. Carving, basic carving,
intermediate curving on the back.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things in curving. One is speed, second thing is inclination, and the third thing is angulation. At the basic curving, only speed and inclination. Just the did you see that? And this is the angulation. Your body weight to the deck. And the intermediate curving down timing is the same as intermediate sliding turn. Did you remember the clock base? 9 and 3 Yeah. is the nervous. 10 and 2 is the intermediate. Okay. 1 and 11 Yes. is the advanced. So the intermediate level curving Yeah. down timing is 2 and 10. Advanced 1 and 11. That's all of the snowboard riding, Yeah. curving and sliding. Yeah. You understand? Okay. Understand. I think you're good at change your edge. In the very basic, they always told me don't use upper body. Just hold your shoulder parallel with your board. Yeah. But now I need to use right. Yeah, use your shoulder. Most of shoulder, hip, little. Just twist it. Then your board will follow your shoulder. This is rotation. Hip and knee and ankle, using them is steering. Straight and rotate your shoulder and wait. Okay. Then your board will follow your shoulder. Okay. Just try it. Heel, slowly rotate. Not just react. No. Okay. Just straight and wait. Hold your feet. Okay? Okay. You're not using if your board don't Yes. follow your shoulder, try to move your body weight to the front leg. Most of the reason why back doesn't follow your shoulder, that's because your body weight to the back. You feel unstable at hillside to toe side, right? Yes. Because you're not weight straight. Weight, you're straight. Weight, and rotate your shoulder. Okay. But now you not weight straight. Okay. Wait for straight, then rotation. Good. Your deck following your shoulder, Yeah. More. then your turn more smaller, right? Yeah. But toe side no speed. Your rotation is too wrong. Then your rotation, head to toe, straight, and toe. The spin is over, right? Yes. This is the toe side slip, Yes. but you rotate even now. Yes. So the board spin more, then stop. So you can go more. Even though hillside, toe side straight and rotation, you rotate too much. So your board spin, then you stop. If your deck like this, Yeah. stop rotation. I show you your bad habit one by one. Then you watch me, and oh, I did that. Okay, I have to correct that position. First thing is you have to keep watching here, Okay. but you don't. Okay. At inside, you watch here, and at the toe side, you watch the here. All the time, you have to keep this distance. Okay. Just it. Okay. This time, we will learn nervous turn. Just keep in mind your rotation is 9 and 3, Yes. down timing, and 12, 6, up time. Rotation and up down movement is separate. Okay. Just rotation and down. Up, rotation, down. Just keep rotation, Yeah. just adding up down movement. I show you first. Okay, let's do nervous turn. Just focusing on rotation. I'll tell you the down timing and up timing. Down. Up. Rotation down. And up. Rotation down. 到这边，因为时间快结束了，所以就没有进到 sliding 的下一个阶段。教练就教我一点点 basic carving 的部分。 I'll show you the base carving. This is not enough, but I need more speed. Do you want to try it? Now to speed your deck. Just straight and lean. Connect turns. So practicing J turn. Like curve.
最后是学生的 before and after， 就是我的滑行成果啦。我拿在上一季上完课之后的成果来比较。大家可以明显看到我的 wire 做的比较小，伸缩加压与减压的部分也有应用的更好，这让我后面去滑黑线陡坡的时候帮助非常大。最后分享同行朋友和我自己的课后心得。先来看看朋友们对2位中文教练的简单心得。你们今天学到哪里 ？S10 的进阶重心转换。那你们呢？我觉得我把在雪道上连续滑 X10 的那个信心建立起来，一路滑下来就摔个1-2次，不会中间停下。而且我觉得比较容易在失控的时候救救。对啊，你重心压下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稳住嘛。你呢？今天学到 S10， 原本其实动作都还蛮差的，动作不正确。你原本 S10 只是刚入门而已吗？入门到现在，我刚刚可以小的范围完成 S10， 动作也有调好，也知道自己问题点在哪里。那你们教练呢？你今天上怎么样？我已经会一边的。你本来会什么？我本来只会正面推坡。对啊，背面推坡一点点。你今天会 S10？ 一边。S10 什么意思？对这个。哦 ，C10 啊。C10 那个教练怎么样？教练很好啊，很会教。帮他们总结一下，你如果在旅程有限的时间跟预算内，想要比较快的看到成长与效果，并坚持一定要用中文母语学习的话，那很推荐在韩国可以考虑找他们上课。再来关于我自己对于这位讲英文的韩籍教练的心得，其实一开始我就很担心用外文学习的效果会很差，毕竟我跟教练的英文都不是说真的非常流利，实际上课的时候口头上的讲解还有一些专有名词真的会比较慢的去完全理解。可是大家前面也看到教练透过肢体语言或是实际示范，最后其实还是都可以懂，也真的对我有帮助。不得不说，如果找母语相同的教练教学，效益一定还是会相对的高，但是考虑到费用上的差异，还有他很耐心贴心又客气，教学也非常的有系统，不会随意的去满足学员赶进度而忽视一些错误，但教学也不会拖泥带水，只要你一熟悉，他就会马上教你下一步。而且我觉得他的观察非常的细微，能马上发现你所有的坏习惯，也都可以马上给出有效的建议，所以我还是很推荐大家也可以在韩国考虑找这位教练用英文去做学习哦。总结一下，其实跟找健身重训教练有点像，撇除那些最极端的状况不谈，比如说证照造假等等，不管是私人滑雪团还是雪场的教练，一定都会有优缺点。与其去说教练的好坏啊，或是费用的高低，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教练，我觉得是更重要。如果你有实际上过课，觉得不错的韩国教练，也欢迎留言分享给大家知道。一样，你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提问，我都会尽量回答大家哦。专注拍摄滑雪相关主题已经一阵子了，很感谢有大家的支持，我的频道才能持续成长。如果你觉得这些影片对你有帮助，并且还有余裕的话，可以考虑利用 YouTube 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功能来支持我，我也会持续制作更好的影片给大家。别忘了订阅、按赞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的新影片啦。大家下次再见，拜拜。